好，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混合式课程设计及教学实施的第4个单元，如何经营同步课程。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一个经营标准的这个同步远距的一个教学的时候，有一些这一个 SOP， 这个 Standard Operating 这个 Procedures。好，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定要公告同步课程时间及同步上课的时间表。那其实现在我在学校的话，我都公告以后呢，因为我们在 Equals2 上面可以连接这一个Meet， 那上面就可以把时间给连出来，但是你还是要跟学生公告一下，所以学生就可以在我们学校的云端教室内看到那一个同步的这个时间表的那个连接，这样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上课前15分钟与学员测试麦克风等硬体。那因为现在都比较稳定了，所以也都比较少测，所以那大概稳定性都比较不是这个问题，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小 trouble，所以还是要稍微留心一下。那第3点的话，就是说预先上传议题到同步平台会议室中，因为有时候要叫他们讨论的话，因为会有规划一些这个讨论的提纲。那如果有的话，最好是能够事先让他们知道，那甚至如何分组来做线上报告，那甚至哪些人要发问都办强迫式的规范好，让整个的那个学习过程不会非常冷。那再来的话就是政治上课，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教学一些议题讨论包括那个线上的那些相关的互动这些都可以让他们呢来 involve。那记得还要再预告下一次上课时间，这个最好了。那最后的这个教师的那个教学结束这样。那这个虽然是非常简单，但是平常你有按照这一个 SOP 去这个 take care 的话，大家就比较没问题。那再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一页的话，就有些人就会问什么意思？好像在讲讨论区volume 就是我们的 discussion volume， 也没有错因为讨论区一般来讲有些人把它等同是属于同步，为什么？因为你马上问就可以马上回但只是说老师常常被学生问的话，这个10小时不回，20小时不回，那教育部就以前在做认证的时候规定，你一定要在48小时内回。那太多次没有在48小时以内回的话，就会认证过不了所以这个是很伤脑筋的所以这个就是线上讨论常见问题比如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就说我从这边开始看起来了参与者发表不适合的内容与不符合的主题中，那这样会造成学生的一个学习反效果都有可能。怎么制止它那这个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跟各位这个好好的探讨只是把那个以前在经营这个线上讨论区的时候常看到的一个状况记得它也等同于一种是 real time 的它一丢出来就被大家看到了那评量标准与公平性，因为平常我们都会设计，就是你上来 po 多少问题跟回答多少这个问题的话，会给多少的分数那这个当然就是要给他一些这个规范这样那线上讨论可能会集中在某一部分的参与者身上，就那几个比较多嘴的、比较积极的同学，那这怎么办那这个当然都可以在适当的规范那讨论区内容混乱不易阅读或吸收这个都有可能这样那还有讨论区环境不热络这是很伤脑筋，所以常常变成讨论区的主题都是助教跟老师上去抛出来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伤脑筋的。那还有一个如何让参与者持续讨论所以这个结论就是技术平常成绩来怎么样来管理他们，也许会比较有这一个明确的改善那像说我们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专班的远距课程都用这种方法来管他们，就很明确告诉他说你在讨论区参加的那些学习活动怎么样加分那甚至乱发表会帮你扣分这个都要事先规范好。好，那么回归来比较正常的这个同步的这个活动，因为在教育部的那个相关的那个经营课程里面，他蛮重视你的使用的 activities，所以我们利用线上同步教学之外，可以加入下列的教学活动。因为线上同步教学那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一个媒体的一个表现方式而已，所以要加入下列教学活动，以增加线上教学的多元性。
那依序的话，我可以看到我们在去找到一些文献跟一些相关的那个资料的话，比如说我就整理出大概有这几个，比如说访谈游戏访谈游戏有没有访谈角色扮演辩论论坛班级讨论还有问题及回答，还有最后这个游戏。那很快的把这一个7个勾梳理一下。那第一个访谈就是说采访主题专家，了解他们的观点或现状。那这种情况之下，老师可以当主持人，把一些专家拉到那个同步平台里面来，我来跟他们 interview。那学生呢就可以看到这些专家跟老师的这个互动，或者老师跟班上几个同学约好，那跟他做一个简单的 interview，那让这一个 peer learning 或者说专家的那个的一个学习效应呢，产生一个什么一个激励效果，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那角色扮演所以比如说我们常常就是创造一个受控的环境，就是说这整个环境是可以受控，让学习者发展面向或克服这个议题等技能其他人可以磨练听力和分析技能。比如说你在扮演做那些个案的时候，你可以规范某一些人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情境剧，那希望大家看得到，那看到因为最主要是看到完了以后，表演完以后呢，大家马上要讨论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叫某同学扮演爸爸，某同学扮演妈妈，那这个相关的那个角色扮演，那演出一个情境剧出来，在线上互动一下，那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那辩论呢，这个是常看到的就搞一些议题让利用辩论及反对意见正反方这样的提供一个辩论的一个机制好。那第4个论坛这个是 panel discussion， 就聚集专家将专家聚集在一起，并提供主持人提问。那这个就跟第一个的 interview 有点像这样那但是这个东西都已经必须要规划好就是说给他相关的那些问题那专家甚至有时候他也会发表一下他的一个引言然后呢然后再来开始跟他产生某些互动那班级经营就是说那这个就是说邀请学习者以开放格式讨论给定的主题就把班上同学弄进来。那这个我是最常用的我都会先设计好一定的主题那把班上分作2群，一群同学就进来讨论那个主题跟子题这样然后一群人就是进来跟他互动，来问问题，然后再开放给全班都可以来参与。那如何扮演主讲者，如何扮演跟他答辩者、互动者，还有扮演其他提问者的话，我在很多上课我都会规范他们会得到多少分数，都会在每一次打给他一个分数。那最后期末的时候会换算出多少平常成绩给他们。那当然第6个就问题及回答，邀请学习者在小组讨论、面试跟演示后提问。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那让他有一些这一个脑力激荡的一个教学活动出来。那第7个游戏这个游戏一般我们比较少用的就是说因为好玩能够吸引他们的游戏可能要花一些不少钱去再 link 那个其他东西进来但这个是一个很好那好，所以创建游戏吸引学习者参与竞争性解决问题的情况或要求这个学习者在团队中工作以找到答案。这个就是比如说寻宝游戏让你去寻宝这样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出来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同步？因为让一群看官们看到人家在玩，或者说大家都融进来一起玩，那互相有那种定时的那个互相对比的一个感觉这是这边要看到的。所以这一节我也是很简略的抛砖引玉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玉你们就自己去判断一下所以你就设计一个 1 hour 这个 lecture including at least 4 activity 就说你看看你怎么去设计4个 activity 在你这个课程里头那 give you a solution to solv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就是说你在你上的课里面大概常常被问的问题那你是不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来面对你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所以这个应该算简单那我就很快的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好，就先到这边。